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注册一个美国公司。我们很多做跨境电商的或者说我们有需要去申请一个Stripe的，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公司。今天呢，我会分享在你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你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呢，我们怎么样去注册一个美国公司。那么这里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了下面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打开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操作。接下来的话就来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怎么样去注册一家美国公司。无论你是做跨境电商，你还是做其他的一些，那注册一家美国公司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美国人他还是比较偏向于本国的一个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代办机构成立一家美国公司。今天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而且比较高效的。特别是对于大家还有一些注册流程都会给大家讲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代办公司刚才给大家讲了，因为我们大家并不熟悉注册美国公司的一个流程，也不熟悉美国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我们选择一个代办。那么今天要用到的这个代办机构呢，叫做 LawFast也就是一个西北公司。西北公司的话，它就是一个代办的一个机构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一个操作流程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它可以进行全程的一个线上操作，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深受广大好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的员工都已经高达900名了在全国拥有3000万的一个企业。那它呢，差不多拥有20年的一个行业经验以及高质量的一个客户支持而闻名。那么他们的定价呢，也是相对非常的透明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比较适合一些初创企业还有一些中小型的一些企业。特别是说，如果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话，你需要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这个网站就特别的适合你。这里相关的一个链接我都全部放在了下面的描述栏里，那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操作。那么这个西北公司的链接呢，我也放到了下面的描述栏里。如果你也需要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话，那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它的一个收费呢也是相当便宜，只需要一个$39。这个$39的话是他们收的一个服务费，那其他后面要花的一些，比如说你提交给政府的一些钱那这些钱的话它是另外算，但是呢他们是收39，这个39就是一个服务费。那接下来呢，大家跟着一步一步的操作首先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开始，这儿呢我给大家点一个中英文翻译吧，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这个可能看起来更亲切。这个呢是叫一个沉浸式翻译的大家可以装一下。首先第一个可以看到这些到这个后面这些是我们全部都要填写的。第一个呢，他会问你一个订单信息，你想开始什么类型的一个业务，这里就是选择公司的一个类型，比如说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一个公司非盈利组织。那么这个 LLC 呢，它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我们特别是初创企业，你的公司只有几个人，那建议大家呢一般呢就选这个 LLC。 那这个 LLC 的话，你个人的一个财产你不用担心公司欠的钱呢，你不用担心公司欠的钱会动用你个人的一些财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公司，这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一个实体，比较适合一些大型企业，股份可以分给股东，但管理起来呢比较复杂。如果说你的公司以后考虑上市的话。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这种公司的话不是为了赚钱，这里你就要进行一个选择，选择好之后呢，他问你想在哪里组建你的业务是说你想把公司注册在哪个地方。这儿呢给大家一些建议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这3个州。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特拉华、怀俄明、内华达，因为这些州的话它可以一个免营业税，还有一个所得税相关的一些哪个地方注册它会有什么好处，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用 GPT 或者说去谷歌里面去搜索查询一下，看一下哪个地方呢对我们来说更有利。那这里呢我们就以一个点击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倒三角点一下，这里有个特拉华州，它的一个费用可以看到，在这个右边呢它会显示一个价格。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下它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说你选的时间越短，它收的钱就越高，因为你是属于一个加急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特拉华州7天属于加级是185，那9天的话是145，那么11天呢是110。那这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再看一下，那我们这里点一个俄亥明州看一下。俄亥明州呢，它相对于呢价格要优惠一点啊，它7天呢是104啊，5天是139，3天还有更快的3天加起的是179。加下来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的基本的一个服务费呢是39啊，它的一个处理加上一个费用104，那么这里呢就要140多美金。这边你还可以换一下，换一个地方，它有的地方收费就比较高，看一下。比如说这个纽约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时间就是200起步了，不同的地方呢它的收费情况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俄亥明州呢相对于是要优惠一些价格，这里建议大家啊可以把你的公司呢注册在一个，还是刚才呢可以注册在特拉华、俄亥明或者内华达啊，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呢确实是有一些优势。接下来我们往下看，那我们将为你提交受益所有权信息，那这个的话我们不需要啊，这里我们直接把它关掉。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把这个打开的话需要多25美金，关掉的话那么就少了25美金。那这个呢它是什么呢之前提到的一个 BOI 的一个文件，等我们的公司注册下来了，这个其实是很简单建议大家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不要去开启它这个钱可以选择不花。接下来这里我们就再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呢这里就是要填入你公司的一些详情，公司的一些信息，你希望你的公司的名称是什么，就是要给你的公司起一个名字。那么这里呢当你填写了之后，如果说你想知道你的这个公司有没有被人注册过，有没有重名，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到这样一个 APP 来进行一个查询。这里是我们来到了俄亥明州政府的一个网站来进行一个查询相关的，来查询这个公司它有没有被人注册过因为我们刚才选的就是一个俄亥明州相关链接的我还是会放在描述栏。这里呢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你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名字，这里直接点击一个搜索，搜索以后呢它就会显示，那你刚才的注册的这个呢有没有重名下面的话它全部都会显示出来。这里我就随意的输入一个小鱼儿，点击这个搜索，那大家可以把你的公司起好名之后呢到这里来进行搜索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将诉讼和法律通知副本发送给律师，那么就是这个第二个选择。这里呢我们先选择一个 no 不需要。那第三个的话，使用通用业务目的，我们可以给它选择打开。因为美国公司的话和中国公司它是有点不一样的。美国的公司呢它是不限定是只要你经营的不违法就可以了，特殊情况除外比如说什么一些军工产品这些什么一些武器之类的，它不像国内它有很多规定条条框框的。那这个我们给它选择打开。那接着我们往下拉，这里你希望在州内记录的实际地址，就是说你注册代理的一个地址。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刚才申请的这一个，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西北公司帮我们提供的一个地址。那接下来是你的一个邮寄的一个地址，那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说以后政府有一些什么信件的话，它就会发往这个地址到时候如果说政府有文件寄过来的话，他会把这个文件拍个照电子化上传到我们账号的后台，所以说你不需要拥有一个美国的地址，这个西北公司他会帮我们直接处理好的。我们选好之后呢，直接点击下面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管理，这里的话公司管理呢，第一个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会员管理，看一下经理管理，这个是一个管理类型。第一个就相当于是你的成员自行管理，第二个就是请经纪人呢来进行一个管理。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会员管理。下面呢就填入你的名字这里是用拼音填写姓在后面名字在前面，都是用一个拼音。那再往下呢，与国家一起记录的地址，这个就是我们注册的一个代理地址就可以了。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联系方式同样还是姓名、联系方式，还有你的国家、邮寄地址、城市哪个州、邮政编码，你就填国家你所在的城市，如实填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你就直接选择中国这里可以看一下。
那这些都是按照实际的情况去填写。填好之后点这个右边这里有个继续，接下来就是你的电子邮件啊，你需要创建一个密码，这儿填一个电子邮件啊，这里密码它是有要求的啊，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密码的话一般会包含大写字母，还有一些什么数字啊，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符号之类的啊，就是让这个密码更保险。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还可以直接生成密码哈，密码可以看到必须包含哪些，这里它都有告诉我们哈，你按照这个要求去设置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就随便创建一个，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它是一个企业的身份啊，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它会附加一些费用，比如说啊，这里它可以帮你注册域名，1年免费。网站啊，它有一个什么托管，网站提供 SSL 的一个安全保护，最多10个企业电子邮件地址，免费开始。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它会刚开始是免费的，后面啊你看90天免费试用，还可以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啊，需不需要开启这个？这个打开的话，它是需要另外收费的哈。这里这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需不需要啊？需要的话，你可以选择打开；不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关掉啊。这里有个直接给它关掉。这里点一个继续，这里有个可选项目。那么这些如果我们都不需要呢，我们就直接点下一步。最后可以看到，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付款的这个页面。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有接受的几个主要的一个信用卡，这几个信用卡都可以填上你卡的一个名字啊、卡的姓啊、卡号、安全码、月份、年，这些呢都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填好之后呢，就进行一个付款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就直接点击一个提交。那这大概过1天的时间呢，你可能就会收到一个邮件，教你补充一些沟通联系人的信息。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到西北公司的一个主页，把你的一些姓名去补充完以后呢，再过2天呢，你还会收到西北公司发过来的一个邮件啊，就说你的公司呢已经注册成功了。那么你可以到这里面来找到下载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那么所有的文件呢，它都会在这个里面。那如果说你也想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的话啊，那么相关链接就在这个下面的描述栏。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对我们的想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呢能有所帮助。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留言，我们可以一起交流。